一間屋睇到遊艇景之餘，仲睇到山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lly。黃竹坑嗰邊啲新盤啦，就同大家睇得多啦。不過咧，如果想住翻南區，對景觀有啲追求嘅買家，可能咧就會揾翻區內嘅一啲二手物業啦。今集啦，我哋會去到南灣睇一個1500幾尺嘅放盤。業主每尺嘅開價都挨近3萬蚊㗎，甚至貴過一啲細單位。睇到之後咧，都會分析下個中原因。大家咩睇法都可以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另外啦，都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28House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坐落鴨脷洲海傍道嘅南灣，由新地、嘉利同百利堡合作發展，一共有715伙，涵蓋1房到3房價格。同時提供400個車位。喺2011年入伙，樓齡大約13年。而家仲剩少量嘅一手貨尾。9座物業一字形排開，用帆船作為設計概念。樓盤嘅先天條件唔錯，背靠玉桂山，面向香港仔避風塘。再加上底部有會所同停車場，佔高咗物業。住宅樓層由7樓起步，就算係低層單位，只要向東嗰邊都可以望到遊艇會嘅景色。用標準樓層計，一層得2個到4個單位，私隱度都幾高。其中1、2座嘅單位更加有私人獨立電梯大堂，而且扭向東南方，可以遠望到淺水灣，係屋苑入邊嘅樓王。南灣喺2010年開賣嗰陣，係南區少有嘅新豪宅供應。雖然樓價閒閒地都幾千萬，但係首批92伙都即日沽清。有傳影星關之琳、歌手楊千嬅、太子珠寶鐘錶主席鄧巨明、漫畫家馬榮成都有買過呢一度嘅單位。屋苑星光熠熠，不過對出就係船廠。為咗減低噪音對住戶影響，當年城規會批准呢一度發展做住宅嘅其中一個條件，就係面向呢邊嘅落地玻璃大部分都唔開得。亦都解釋咗點解呢邊啲單位大啲，但係都淨係做到1房2房。好似放盤所在嘅3座，抽睇其中一層 A、B 室嘅實用面積超過1500尺，但係原則就係劃出2房雙套，反而 C 室得700幾尺，就做出3房1套嘅間隔。原因係 A、B 室大部分可以打得開嘅窗都集中喺其中一邊，為咗滿足法例之下嘅通風要求，都唔可以間到太多房出嚟。如果要加建房間，業主最好都係先諮詢建築專業人士嘅意見啦。今集參觀嘅放盤都有加建到房間，業主都曾經諮詢過相關範疇嘅專業人士。業主之前都會揾一啲認可嘅註冊工程師啊、測量師或者係建築師咁樣。咁呢個單位原先咧係2房2套嘅間隔啦，咁實用面積1560尺嘅。咁業主就基於呢個尺數做咗4房單位嘅。單位連1個車位放賣，開價4600萬，為翻每一尺29500蚊到。一入屋就係長形大廳，未仔細參觀唔同生活空間之前，當然要先睇咗放盤最大特點。盡頭一大幅玻璃幕牆，拍得住客廳嘅闊度，室外景色就好似一幅畫咁樣。拍攝當日天氣好好啊，可以見到遊艇會景色之餘，都可以望到後面嘅南朗山。向左望嘅話，就會見到另一個同樣望到遊艇會嘅豪宅屋苑深灣9號。不過啱啱講過，呢一邊就冇山窗，所以通風全靠大廳另外嗰邊嘅露台。通常啲玄關咧都比較昏暗一啲啊，但係呢一度咧，你見到一入門口入到嚟側邊嘅牆身咧，全部都係做咗落地玻璃啦，所以望出去個感覺咧都會比較通透，而且採光度咧都比較理想。跟住行出嚟客廳嘅呢一邊咧，仲相連一個露台㗎。露台採用趟接門嘅設計，打開晒之後可以擴闊視野。呢一邊向西南方會見到玉桂山同埋利東村部分樓景。呢一度有大概43尺，等於而家啲新盤一間細房咁大，所以喺度種下植物、晾下衫都冇咩問題。翻返入嚟室內，露台對面、廚房對出做咗張吧台，可以喺度飲翻2杯或者食下一啲小食。而吧台上下兩邊都做咗啲櫃，提供到唔少儲物空間。出返嚟個廳度啦，雖然業主將部分空間撥咗做間房，但係扣除相關面積同埋玄關，呢一度都超過400尺，等於而家啲新盤成個1房單位咁大。
嗱，通去房間嘅呢條走廊呢，就正可以我嚟區分客廳同飯廳兩個區域啦。咁我哋先睇飯廳呢一度，咁空間啦都見到好闊落啊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擺餐台嘅話咧，都唔一定係話要貼住個牆身去擺，咁可能咧至中擺都一樣有條件。咁至於嚟到客廳呢邊啦，其實呢度嘅闊度咧就超過4米，所以如果喺度睇電視嘅話咧，應該都會有一個好舒適嘅睇電視距離。咁就算擺張 L 型梳化都有足夠空間，而且呢一度嘅樓層高度去到3.5米，比而家啲新盤普遍嘅3.15米都仲要高，有條件裝屏幕，打造小型影院。業主亦都利用咗呢一度嘅樓底優勢，做咗假天花，配上花紋地磚，突顯豪宅氣派。嗱，而家4間房嘅佈局咧，就係其中3間咧都係歸向呢一邊嘅。咁我哋而家先入嚟咧睇最近大廳嗰一間房。咁呢一間房咧，其實咧佢就係偷咗少少客廳嘅位置去間出嚟啦。但係你見到咧，其實成個面積咧都有翻咁上下㗎。呢度有大約65尺，不過因為客廳本身呢邊都冇窗，所以如果閂埋房門嘅話，就要長開冷氣。咁望一望上天花，見到上面呢一度都預留咗出風位。呢間房座向同客廳一致，所以景觀都差唔多，望遊艇會為主。跟住就轉過嚟對面嘅客廁參觀下啦，冇窗，靠抽氣設備通風，大致上維持返一手原裝，採用浴缸設計。洗手盆下面都有啲櫃桶做收納用途。至於另一間細房係偷主人房嘅面積加建出嚟，雖然冇窗，但係始終都有幅玻璃幕牆，採光度唔錯。而家就改成書房，都擺咗張幾大嘅書台喺度。呢間房咧，除咗擺咗書台之外啦，咁亦都做咗一個入牆到頂嘅大衣櫃啊。咁以呢度嘅收納空間咁計啦，其實咧擺超過1個人嘅衣物咧都絕對夠位㗎啦。咁只不過咧就係樓底都比較高啊，咁所以如果拎最上高嗰啲嘢嘅時候咧，可能都要擔梯先至得啦。睇完兩間房，見到都係鋪木地板為主，出返嚟走廊先至鋪返地磚，配合返大廳嘅設計風格。咁嚟到走廊盡頭咧，就會見到2間套房。咁我哋先入嚟主人套房睇下先。咁直入行到嚟咧，就會見到一排係大衣櫃啦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原則都係預留做衣帽間。咁睇翻平面圖咧，亦都係一個梯形嘅佈局。咁不過而家裝咗衣櫃咧，就反而係修飾咗呢個空間，令到嗰個開式更加市正。三門衣櫃有唔少收納量，不過同頭先書房入邊嘅衣櫃一樣，最高個格最好都係擺啲唔係咁常用嘅嘢啦，因為拎起上嚟都唔係咁方便。而隔離嘅窗係山窗，可以打開通風，同客廳露台嘅坐向一樣，以山景為主。由衣帽間轉入嚟就係套廁啦，明顯比下廁嘅豪華，空間亦都更加闊落。做咗雙洗手盆，就算有2個戶主，洗面刷牙都唔使爭啦。另外有齊浴缸同企缸，係酒店式嘅5件頭設計。浴缸面向遊艇會，景色唔錯，上面有山窗可以通風。不過想保障私隱嘅話，最好都係落返簾啦。由套廁行出嚟已經係主人房嘅寢區位置，因為已經預留咗位做衣帽間，估計擺完雙人床同床頭櫃之後，都仲可以有唔少走動空間。跟住咧，我哋就轉睇下另一間套房啦。呢間房咧就要經過一條小走廊啦，先至係入到寢區嘅位置。咁呢度或者咧就差咗少少位啦。咁不過剩低瞓覺嘅地方咧，其實都有翻咁上下大，所以就算咧擺完雙人床之外啦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㗎。唔計走廊，呢一度大概有90尺。呢間房望玉桂山方向，亦都係唯一一間房附設窗台。至於套廁方面，為咗慳位，用上趟門，冇窗，空間比主人套廁嘅細，而且採用企缸設計。最後睇埋廚房啦，空間相當之闊落，除咗有抽油煙機之外，入邊仲有2隻窗可以幫手排走油煙。廚房而家就維持住一手原裝啦。見到咧，除咗做咗好多櫥櫃之餘咧，其實下面啲櫃桶咧拉開嘅話咧，都會見到佢做咗唔同嘅間隔啦。咁就可以好整齊咁樣擺晒唔同種類嘅廚具餐具啦。高尺型嘅工作台面已經嵌入咗一系列西門子同 Miele 嘅家電，包括明火煮食爐、電磁爐、電蒸爐、微波爐、雪櫃同埋洗衣乾衣機。廚房入邊仲有儲物室，大約有26尺，入邊裝有冷氣機。再入有個廁所仔，冇窗，得坐廁同基本嘅淋浴設備，洗手盆都比較迷你。
業主喺2021年樓市未跌之前買入單位，當時嘅樓價係4288萬，而一年一個車位放賣，開價4600萬。如果成功以呢一口價賣出，轉手帳面獲利312萬，或者2%。不過同期大市就未有升過。再參考各大銀行嘅估價，連一個車位嘅估值介乎大概3625萬到3700萬，比而家嘅叫價低咗大概1000萬。不過屋苑嘅成交唔多，銀行亦都冇太多嘅指標參考，亦都有可能導致股價大幅低過叫價原因。根據我哋嘅28House 網站，南灣今年錄到嘅交投10隻手指都數得晒，同放盤一樣，超過1500尺嘅大單位成交。3月嗰陣有1宗，同樣係連一個車位咁賣，作價5000萬。不過要留意，嗰個單位位於一座，亦即係一開始講過嘅樓王座數，景觀會比放盤更加開揚，而且面積更加大。撇除景觀因素，對比兩者尺價嘅話，放盤叫價高大概5%。由過往嘅成交見到，南區嘅大單位尺價普遍都貴過細單位。面積較大呢個尺價就越貴，因為係我哋區內嗰個剛需，尤其是係1500尺以上面積嘅戶型，咁佢嗰個需求大啲啦，咁同埋我哋區內就供應少啲嘅，咁變咗佢尺價係會高啲嘅。好似今集參觀嘅南灣，抽選今年大細單位嘅成交做對比，超過1500尺嘅大單位，每尺造價去到27800幾蚊，比細單位每尺未到2萬蚊，都高出50%。如果針對遊艇會景，區內可以望到呢個景色嘅二手屋苑，仲有深灣9號同埋南區左岸。南灣望遊艇景之外咧，亦都望到山景嘅，咁景觀會比較多元化啲啦。咁至於另外南區左岸亦都會望到呢個遊艇景觀嘅，但係主力集中都係望遊艇景多啲。咁深灣9號同樣都係一樣嘅。喺28House 網站揾呢3個屋苑嘅入場單位，因為面積唔同，樓價都有幾大分別㗎。由於南灣而家有400幾尺嘅細單位放盤，所以入場價大約由800幾萬起步。至於深灣9號嘅入場單位都超過900尺，所以都要2800萬。而南區左岸近乎成個盤都係1700幾尺嘅大單位，所以叫價要由5800萬起步。對比近年不斷有新盤推出嘅黃竹坑一帶，呢一邊嘅客源都有唔同。以南灣深灣9號為例咧，咁主要都係一啲3人家庭客為主。咁其實佢哋住落呢一度咧，係或者係租啦，咁都係近小朋友返學嘅，因為附近都有幾間嘅出名嘅國際學校。咁至於黃竹坑上蓋嗰啲，大部分都係一啲投資者啦，咁又或者係一啲分支家庭，主要都係1至2人家庭為主嘅。用區內嘅二手屋苑咁計，南灣嘅會所規模都算有返咁上下。發展商曾經講過係斥資5億打造出嚟，係當年最貴嘅會所。佔地大約15萬尺，雖然喺物業嘅基座，但一樣有遊艇會嘅景色。除咗提供康體設施，好似室內外泳池、健身室、多用途運動場館之外，仲有宴會廳同埋 BBQ 場，可以俾住戶租嚟宴請親朋好友，連比較少見嘅餐廳都有。另外，平台有唔少休憩地方同埋兒童遊樂場，食飯之後可以落嚟散下步，又或者帶小朋友嚟放電都得。屋苑每尺管理費大概5蚊，以今集放盤做例子，每個月要俾大概7900幾蚊。不過會所部分設施，好似泳池同健身室就唔會額外收費。另外住戶要留意，根據樓書顯示，屋苑附近嘅斜坡，住戶有維修同保養責任。交通方面，雖然南港島延線開通之後可以便利到南區居民，但係南灣本身就唔近港鐵站。而屋苑亦都有穿梭巴士出返去中環同黃竹坑站，車費分別係8蚊同5個半。屋苑樓下都有小巴路線接駁去銅鑼灣同利東站，不過整體嘅公共交通選擇就唔多。而南灣嘅住戶大部分都係有車人士，好似今集放盤咁樣，都係連一個車位放售。有需要用多個嘅話，發展商都仲有一手貨尾，賣緊大概368萬一個。
而車位每個月嘅管理費就大概要400幾蚊。買氣方面，住戶可以去利東商場，有賣日用品嘅鋪頭，亦都有提供唔同菜式嘅餐廳，夠滿足到生活所需。另外都有街市，又或者可以去遠啲嘅鴨脷洲街市，入邊有賣新鮮蔬果同埋肉類嘅攤檔，日常買餸都唔成問題啦。嗱，大家對於今集嘅放盤有咩睇法都可以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嘅非禮券。最後啦，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〜